上辈子为儿子一家做免费保姆，操劳20几年，结果换来儿子儿媳的嫌弃毒骂，孙子不顺心时的巴掌，以及小孙女让我早点去死的诅咒。最后在过年时，他们一家4口去旅游，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冻死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，冻僵了都无人知晓。重活一次，看着卧室里呼呼大睡，等着我做好早饭来敲门的儿子儿媳，当即扔下身上的围裙，表示谁爱做这免费保姆谁做，老娘不干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你大早上去哪了？不做饭，也不叫我们起床。幸好是周末，否则就迟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刚从楼下回来，就听到儿子陈志阴沉着脸气愤地质问：看，这就是我一个人辛苦拉扯到大，用自己的血汗养育的儿子，狗东西一个。陈志，这是你对自己母亲该有的态度吗？以往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只要我能忍就忍，因为就算吵起来也占不到什么理。哪怕我是对的，哪怕我是长辈，而且每次吵起来，他们夫妻不是摔盘子，就是砸桌子，砸坏了心疼的还是我。但现在，去他妈的忍！我供你读书上学，你学的那些文化都吃到狗肚子里了吗？陈志没被我对过，他拍了拍桌子，一脸的不服。我怎么了？要不是你自己懒，还做错了事，我会说你吗？我做错了事，我唯一做错的事就是当初没有多揍陈志，而是怕他单亲会自卑，所以对他无限宠溺，才造就了如今这个不仁不义的狗东西。你整天在家啥也不做，让你做个饭怎么了？江冉昨晚加班，又连顿热乎的早饭都没吃上。他刚才很生气，看着陈志凶狠的眼神，仿佛我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。可除了今天，我哪天不是早早起来，给他们做好早饭，3番4次的叫他们起床，然后又马不停蹄准备他们中午要带去公司的饭，然后去叫孙子起床，哄着吃完饭后送去学校，回来自己勉强凑合吃点，又开始收拾卫生，清洗衣服。在陈志眼里却成了好吃懒做，整天啥也不干。明明好吃懒做，什么都不干的是他们夫妻，天天等着我做好饭来叫你们。你和江冉是瘫痪了，还是废物啊？要点脸行不行？陈志，你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要你干点活怎么了？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们住我买的房子，一住还是10几年，我吃点你们的不是应该的吗？怎么就活该被你们像保姆一样使唤？你们应该把我当成祖宗供着才对。陈志愣了一下，仿佛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
毕竟以往我对他的付出都是无私奉献，闭口不谈的。你是我妈，给我买房子是应该的。而且这房子现在写的是我和江冉的名字，跟你没有半分钱的关系。我没日没夜的忙活，辛苦攒了20几年的积蓄，给陈志买了房子。结果他却理所应当地说跟我没有半分钱的关系。我抬起手，还没来得及给陈志一个耳刮子，江冉就带着孙子陈子敬回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杯豆浆和2个包子，很明显是带给陈志的，没有我的份儿。江冉看到我后冷哼了一声，哼，还知道回来。其实江冉刚和陈志结婚时对我的态度还不是这样的，只不过因为有陈志的不尊重我在先，所以才让江冉逐渐有底气变成这样。而且在之后的日子还会更甚。陈子敬小小年纪也有样学样，嘟着嘴，老太婆太懒了，都不知道做早饭。你不做也休想吃我妈买的。他说完就屁颠屁颠地将豆浆和包子给陈志拿过去，经过我时，还用胖乎乎的身体用力撞了我一下。陈子敬这些年被我喂得结结实实，愣是让我这个大人被撞得差点摔倒。而他们夫妻2人看着陈子敬的所为，没有一点责怪。也是，毕竟只是被撞了一下，跟以后陈子敬对我扇巴掌来说，确实不算什么。既然这房子跟我们有半分钱关系，那我就不碍你们的眼了。我搬出去，我算过了，我现在手上还有一点积蓄，出去之后自己开个小饭店存点钱，等过几年干不动了，再将饭店转出去，然后租个房子养几只猫猫狗狗，或者找个养老院安度晚年。反正总比在这个家里伺候这一家老小的好。陈志还以为我在说气话。你能搬去哪儿？去睡大街？可别给我们丢人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都只是个依附在这家里吃白饭的废物，仿佛离了他们我就不能活。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，倒是你别再像个废物一样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就行。面对此时的陈志，除了心寒，只有厌恶，所以我懒得再理他，转身去收拾东西了。除了身份证、手机之外，只剩下几件洗到发白的衣物，以及卫生间架子上快要用完了的大宝。哟，还真打算离家出走啊？江冉坐在沙发上涂指甲，看到我出来后，阴阳怪气的嘲讽。我无视他，径直朝门口走去。他现在悠闲，以后陈志父子会让他有哭的。而我只想远离这里，越快越好。老东西，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，动不动就走，还惯得你。这门隔音不错，关上后，我的耳边一下子清静了，心里也顿时豁然开朗。从此之后，我就自由了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。
害怕自己做得不好。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充实惬意，因为之前就是做餐饮的，再加上前世的记忆，所以我很快找好了合适的门面。简单的装修收拾了一下就开张了。第一天没有多少客人，但吃过的人反响都不错。毕竟我之前就是厨师，再加上照顾挑嘴的陈志一家人3口几十年，所以厨艺自然没得说。生意一天天变好，我之前投进去的资金也回本了一小部分，虽然不多，但这种付出就有回报的感觉真好。妈，都过了这么久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你现在回来，这段日子的事我既往不咎。陈志这通电话是我离开2个月后打来的，可能是他们老在外面吃饭，花销不起，也可能是接送陈子静不及时被老师挨训，但无论如何都与我无关。要我再回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收起你那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我上次就已经说过了，我去哪不需要你管。陈志本事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，听到我的话顿时大吼：你特么在闹什么？一把老骨头在外出点什么事，还需要我来收拾烂摊子？你不能消停点吗？烦不烦？上辈子我活了那么久，也没惹过什么烂摊子，但即便是生病住院这种小事，陈志也懒得为我奔波。我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再指望你个白眼狼。这一通电话扰得我好心情都没了。直到下班，看着今天不错的收入，烦躁的心情才一扫而空。生意日渐变好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雇了2个人手。这天临近下班，我刚拖完地准备关门，陈志不知怎么知道这里突然找来了。他进来之后，踩着我刚拖过的地，从客厅到厨房四处打量走动。妈，你居然开店了，哪儿来的钱啊？之前在家都没见过你出1分钱，出来后反倒还开起了店。难怪上次在电话里跟我那么说话，原来是有底气啊。陈志阴阳怪气的一番话，成功将我的怒气从弄脏的地板转移了。我恶狠狠地将手里的拖把甩在陈志身上。我没出过1分钱，那你们住的房子是谁买的？生陈子静时花的钱是谁出的？还不上车贷时是谁给你们垫的？是我，都是我呀。那时候陈志工作不稳定，没有多少收入，江冉又怀孕在家，我一边照顾孕妇，一边打杂工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这才不至于还不上月工时银行将车开走，才不至于在江冉难产时掏不出钱。我突然明白，陈志不是眼瞎看不见，而是把我所有的付出都当成理所应当了。果然，陈志开口就是：“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为家里出一份力怎么了？你既然生了我，
那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，要不然你干嘛生我？我他妈简直要被陈志这无赖的样子气笑了。你也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我以为我只是你们免费的保姆呢。还有你说的对，我干嘛要生你这么个白眼狼，来给自己找罪受？不过现在断绝关系也不算太晚，你滚吧，以后别来烦我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陈志原本以为我只是因为那天早上的事情生气，可没想到我说的话会这么绝。他有些不敢置信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的意思是让你滚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因为上辈子太可怜，也看清了他们一家的嘴脸，所以重来一次。我只想要为自己而活。至于母子亲情什么的，统统给我滚！原本以为经过今天这一遭，以陈志的自尊心，以后不会再来烦我。可没想到，我刚准备睡觉，就接到了陈志的电话。我看了一眼，显示变拉黑了。不过片刻又换江然打来，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接通了。我还是挺想知道江然现在过得如何。毕竟我那废物儿子和他那废物儿子可不好伺候。电话接通后，那头却不是江然，是陈志。妈，我错了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陈志生怕我挂断，快速说：江然她怀孕了，你马上又可以抱孙子了，高不高兴？陈志说到最后，语气得意起来了，仿佛料定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。我上辈子确实很开心，在江然怀孕后，整天鸡汤排骨的给她补，在她水肿时又是按摩又是捶背，甚至连洗脚水都给她泡好了。可后来江然摔倒早产，我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恶人。江然娘家人差点在医院对我动手，而陈志的眼神如刀子一般无情又冷漠。摔的人怎么不是你？这是当时陈志对我说的。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让江然多运动，导致她下楼时摔倒。你媳妇怀孕高兴的应该是你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妈，你也别说气话了。以前是我不对，向你乱发脾气。从今往后，我保证我和江然会好好孝敬你。我笑了。上辈子操劳到死都没有换来一个好脸色，甚至在我死后，都能想象到他们的咒骂：这老东西怎么不死远点？死在家里，太晦气了。如今这辈子已经不指望了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我知道陈志今天找我，又3番4次打电话，不只是要说这个。果然在听到我笑后，陈志愈发放肆。妈，江然现在怀孕了，需要人照顾。你那小破店有什么好开的？又辛苦又累，你还是回家吧。你都不知道，子静现在瘦了一大圈。
整天嚷嚷着想吃奶奶做的饭。我懒得再和陈志掰扯，但要是不说清楚，恐怕他们还不会死心。陈志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以前免费伺候了那么多年，已经够够的了。现在别来烦我行不行？陈志仿佛才意识到我是来真的，那头手机晃了一下，是江冉拿过了手机。你现在不帮忙带孩子，以后我们也可以有权利拒绝养老。居然还威胁起我来了，上辈子给他们带了，说的好像最后给我养老了似的。要不是我死之前还利索，还能伺候他们，指不定把我赶哪儿去了。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们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跟陈志签个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。死老太婆，你会后悔的。江冉咬牙切齿地说完，挂了电话。你这个妈也太不靠谱。说走就走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根本没把你这个儿子放在眼里。管他呢，我已经够低三下四了。他不就是仗着开了个小破店不回来吗？我看他那个小破店倒闭了，他还能去呢。到时候有他后悔的。原以为昨天只是一个小插曲，可在第二天中午，大厅里坐满了客人时，突然进来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。你好，我们是食品安全监督局的。来人出示了一下证件。收到举报，你这里有食品安全不过关，请你现在停止营业，配合我们检查。我活了2辈子，跟警察打过的交道少之又少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平生所有的冷静都没了。如果店被关了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如果今天被抓了，又该怎么办？咦，你别紧张，我们平时的卫生自己不清楚吗？我自己在家做饭都没这么挑，配合检查就行。在员工小李的安慰下，我逐渐安静下来。我年轻时在一家大饭店后厨干过，当时因为地沟油事件，食品安全把控得很严重，而那家饭店就是卫生不干净，使用过期食品被封。据说大老板当时走了很多门路，都没能让饭店再开业。我至今引以为戒。检查的几个警官戴着手套轮流检查了一番，食品都是新鲜的，有保障的，生熟分类也做得很好，继续保持。然后给了一本健康食品手册后离开了。至于这举报的人是谁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是陈志和江冉。我以前知道陈志是自私自利的，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这么恶毒。这一刻，母子亲情什么都不存在。我恨透了这个从血脉上来说是我儿子的人。小李和另一个员工小王在安慰了我一番后，说要请我去吃火锅去火。上辈子江冉生完2胎后，带我去吃过一次火锅，说是要感谢我伺候她月子。但是那次的火锅又麻又辣，吃得我烧心反胃，不吃还不行。
江冉斥责，一个人花了200多，不吃不是在浪费钱吗？吃完之后，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导致我对火锅都有阴影了。可是现在拒绝不了他们2人的热情，所以就跟着去了。原本是想随便对付2口，不想辜负他们的一片好意，但没想到这次的火锅居然会这么好吃，和我上辈子吃的那次完全不一样，不辣也不麻。原本对火锅有阴影的我和2个年轻人一边吃一边畅谈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感觉世界如此美好，那么多好吃的，那么多风景。而原本只准备赚钱养老的目标里加上了去旅游吃美食，这一顿火锅吃得惬意又舒坦。然而这点好心情在回到饭店时戛然而散。原本干净的店门口倒了一堆垃圾，幸亏现在天不是很热，要不然已经苍蝇满天飞了。而做这个幼稚恶心举动的人，除了陈志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对于陈志，我现在已经多看一眼都觉得烦，一点也没有心思再和他去争辩。于是我忍着恶心，将这些垃圾扫到垃圾桶里，眼不见为净。然而第2天、第3天晚上，门口都被扔了垃圾，我也果断选择了报警。果然，警察调监控取证之后，确定了扔垃圾的那个人是陈志。在我下班之后，陈志开着车，提着一袋垃圾，专门到我店门口来扔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我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让我的店倒闭，让我不得不舔着脸去伺候他们一家。但我不会让他如愿。可惜，警察在得知我和陈志是母子关系后，口头教训了陈志一番，然后以家庭矛盾为由，让我们自己解决。我在陈志还未反应过来之时，狠狠地扇了2巴掌，顺势将我这些年的憋屈都发泄了。已经解决完了，你滚吧！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。陈志捂着被打肿的脸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你这么打我，对得起我爸吗？”陈志父亲车祸去世的早，害怕再婚的家庭会对委屈了幼小的陈志造，所以20几岁的我拒绝再婚，选择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吃了没学历的苦，所以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。好在后来学了厨师艺，有了点手艺，才让生活逐渐变好起来。但即便这些年再苦再累，我也从未亏待给过陈志。只要是陈志想要，我都会尽力满足。反而是陈志连清明什么的都往江冉娘家跑，现在他居然还有脸提他爹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再扇你2巴掌才对得起你爸。要不然把你养成这么个废物白眼狼，你爸一定会怪我的。陈志眼看着我要再动手，连忙向后退了几步，嘴里还装模作样地说着：“妈，你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害得周围路过的人都看了我们好几眼。知道错了就给我滚远点。
以后别出现在我店门口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”等路过的人走远后，陈志才拉着脸开口：“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妈，我就不敢对你动手。”我当然知道陈志敢对我动手，别说陈志，连陈子敬都敢。但那是上辈子了，这次我不会再给他们那样的机会。这次事件过后，陈志算是彻底认清楚我的态度了。虽然在之前我已经说过很多次，但他都以为我是在赌气。而这次算是看清了，没有被陈志骚扰的这些日子里，我过得特别舒心。有空和小王他们逛逛街，买衣服，偶尔出去吃一顿火锅。有时候慷慨感慨，这一辈子才算真正的活着。咦，你快看，你快看！这天准备收拾下班时，突然小王拿着手机冲到我面前。前几天有个来吃饭的人拍来拍去，我当时还没在意，没想到他是个探店的美食博主。看这点赞量和播放量，这下我们店火了。小王激动地说着。我不太了解他说的美食博主是什么，但是看着手机里的人一边吃饭一边夸赞菜品味道时，我满心都是成就感。经过网络上一系列传播后，我的小店如小王所说的火了，每天来吃饭打卡的人特别多，收入也比之前翻了好几倍，距离我的目标又近了一部分。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懈怠偷工减料，因为小王告诉我，网络爆火只是一时的，过段时间热度过去后，吃饭的还会是之前来的那些常客。所以无论是服务还是菜品，我都和以前一样用心。几天后，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说是要加盟我的店。小王和小李给我解释了一通，我才了解加盟的意思。我在思索了一番后同意了。过几年我可能就干不动了。与其让这味道失传，还不如加盟，将这厨艺交给其他人。更何况现在社会网络这么发达，要是其他人真的想学，也不一定学不会。加盟后，我不仅可以拿到一大笔加盟费，还可以让我的门店发扬光大。而且我还有一点私心，我想让陈志夫妇亲眼看看，没有他们，我过得特别好。这些年不是我白吃赖喝，而是他们耽误了我。原本以为网络热度没了，生意会变淡，恢复得到从前，但并没有。过了好几个月，生意照样很好。这天我正在厨房炒菜，突然乌泱泱地闯进来一大帮人，是江冉娘家那边的。老太婆，你出来，我妹子都住院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赚钱？你是钻钱眼里了，还是良心被狗吃了？他们一进来就大喊大叫，小李去劝说，差点被他们掀翻。这架势显然是来找茬的。幸好上次陈志在门口扔垃圾那次过后，我就将店里里外外都装了监控。我从厨房出来后数了一下，他们有8、9个人，
带头的是江冉的哥哥和母亲，其他人我不怎么认识。看到我出来，江冉他哥上前几步，怒气冲冲道：“你还有脸出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妹子早产住院了？她辛辛苦苦给你们陈家生孩子，你倒好在这不管不顾的。有你这么做婆婆的吗？”上辈子江冉摔倒住院后，他哥就是要打我的那个人。那时候被他哥这肥胖的身影揪住衣领时，我害怕得直发颤。但经历了这么多，加上已经死过一次，我已经变得无所畏惧。你这张嘴是说话的，还是放弃的？他给陈家生孩子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姓陈。他哥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当即噎了一下。还是他妈反应过来后开口：“什么叫做给陈家生孩子，跟你无关？你不姓陈就可以不管。陈志不是你儿子吗？生下来的孩子不叫你奶奶吗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我从小拉扯到大的大孙子叫我奶奶吗？那哪次不是死老太婆的叫？你说这是跟谁学的？再说我连陈志这个不孝子都不要了，还要我去伺候他媳妇？是他想得太美，还是你们想得太美？大妹子，你这话说得不对。母子之间哪有隔夜仇？”他们身后的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开口：“是啊，孩子们现在有难了，你这个做母亲的怎么狠得下心不管不顾？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是你作为母亲的责任。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。”他们说了一大通，在我没有给任何反应后，才逐渐停下来。这时我才开口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之前我在家给儿子儿媳带孩子做饭时，他们一家人都认为我白吃白喝，没给过我任何好脸色。现在我已经和陈志断绝关系了，我以后不用他给我养老送终，现在也不要指望我接着去伺候他们，给他们当保姆。再往远里说，我只是个婆婆，而你这当亲妈的不在自己女儿早产时照顾，跑这儿来要钱。江冉他妈当即跳脚：“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，她是给你们家生孩子的，凭什么要我们娘家人管？之前你女儿给你买成百上千的衣服化妆品时，你怎么拿着一点都不手软？你怎么不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？现在你女儿需要人照顾了，你就这态度？”这时吃饭的人也看不过去，评头论足道：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？带着人来逼婆婆去照顾不怎么孝顺的儿媳妇。现在都什么年代，还有道德绑架？谁说婆婆就必须要带孙子？帮你们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”周围的人三三两两地说着，还有人在拿起手机拍视频。他们见讨不到好处，讪讪地想离开，但我并没有让他们离开，而是选择了报警。他们来的到这儿后大吵大闹，影响了我饭店的生意，让吃饭的这些顾客觉得我店里环境不好，而且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。
上辈子江冉生二胎难产时，我将身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。等儿她生了孩子之后，还再三试探，试图还想从我这里挖钱吸血。这辈子我拿这笔钱用来开了饭店，不仅有了一大笔收获，还让自己安全感满满。这段时间加盟的事情也逐渐走上了流程，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等我再次看到陈志夫妇的消息是在网上，景浩网红饭店背后老板居然是这样的人品。景浩恶毒婆婆真实存在，内容大概是说，我在儿子困难的时候拿走了这些年儿子上交的钱，然后不管儿子一家人死活，自己去享福。还有些说我这些年里如何欺压儿媳孙子，一个比一个过分。但偏偏那些人都相信了。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，是因为江冉在网上发布了一则视频。视频中，她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婴儿，手上插着针管，哭得满脸是泪。视频的标题是“遇到这样的婆婆，你们会怎么办？”下面还配文：孩子早产，老公的钱全部上交，娘家人又被婆婆告进去了，我一个该怎么坚持？之后的视频里也有意引导，说我之前整天在家里享福，而她一怀孕就害怕照顾孕妇，所以离开，拿走了家里的钱去开饭店，赚到钱后一分不出，说我嘴碎，性格怎么不好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婆婆？好可怕！我上次去她家吃过饭，看那老人面相像就不怎么好。网红饭店刚火就出事了，吃瓜。视频下面的评论很多都是骂我的，有的甚至评论让世界上所有恶婆婆都去死。虽然我觉得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很强了，但看着那些评论，还是心底发颤。上辈子在江冉怀孕摔下楼后，江冉他妈逢人就说我如何恶毒。那段时间，街坊邻居一见我就不停地追问，导致我都不敢出门。现在意识和上辈子一样，甚至比上辈子更可怕。我现在看周围的人，有种好像他们都在对我指指点点的感觉。咦，你不要在乎网上那些人说的话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知道的。小李安慰我，小王则是愤愤不平地看着手机里的视频，这也太假了吧！关键是那些人还都信了。网络上的事很难处理，不可能报警将每一个评论的人都抓起来，但每一条评论如同玻璃渣子般搁在身上，让人生痛。越不想去看，就越忍不住要看。这几天我变得无比消沉，直到今天做错了菜，被客人追到厨房骂了一通后，才幡然醒悟。我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？我又没有真的像网上所说的那样做。江冉既然能编，那我为什么不能澄清呢？于是在小李和小王的帮助下，我开通了一个账号，账号昵称就叫网红饭店老板。
第一则视频，我将这些年的事情原委陈述了一遍，并在下面配文道：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的权利。我已经尽完了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，让我继续伺候儿子孙子。我不愿意，我也没有那个义务。而且我说过，我现在不带孙子，以后也不需要他们给我养老。第二个视频，我提取了店里那天江冉她娘家那边来闹时的监控，将儿媳妇娘家告进去，是因为他们带人来干扰我店里的生意，甚至对我店里的员工动手。这走的是正常的法律程序。这两个视频一发布，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。毕竟这几天网红饭店老板这个标题很火，而我视频底下也出现了不少评论，与之前的那些骂我的评论截然相反。我希望我婆婆也能这样独立，不和我们住一起。感觉现在的子女都太依赖家长了，负责到成年上大学后就已经完成了义务，凭什么还要强制要求父母接着照顾带孙子？这是大反转来了。吃瓜。好讨厌监控里那和网红饭店老板吵架的老太太。什么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？好让人心酸。这回我站网红饭店老板这边。第三个视频，我是时隔几天后发布的，内容是我店里的环境以及做好的菜品、美食之类的。之前因为一些网络影响，看到有些朋友说我面相不好，我们店里的味道不好之类的。对此我想说，面相这种东西我不懂，但是人会变老，会长皱纹，也会皮肤蜡黄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变老过程。至于食品的味道，每一道菜我都是用心去做，虽然每个人的口味不同，但我尽量让所有顾客都吃得满意。希望大家能继续喜欢我做的菜。在经历这一遭后，我将加盟的事情提上了流程。因为前有网红饭店在网络上打下的基础，再加上味道也确实还不错，所以加盟之后的生意也很好。很快在这个城市里就出现了3、4家加盟店，我也得到了不少的认可和加盟费。在我开了这个店的第5个年头，我将店转让了，然后选择了去旅游。我想看看这个世界，看那些大好河山和我从未见过的风景。离开前，我去看了一眼陈志一家人。江冉辞职了，一是因为她要在家带孩子，二是因为她在网络上发布的那些，后来被人扒出来，全部属于谣言。然后他就被上司约谈了。陈志一个人养家糊口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整个人也变得颓丧潦倒，还爱上了抽烟喝酒，完全没有上辈子这年纪时的意气风发。陈子敬就一少爷脾气，想要什么就必须要给他买，动不动就用跳楼来威胁。而后面生下来的女儿一直身体不好，动不动就感冒发烧，折腾的一家人不安生。但上辈子并不是这样的，
上辈子江冉怀孕时被我喂得白白胖胖，虽然之后摔了一次，但那并没有影响。生下来的孩子依旧白白胖胖，身体健康得很。他们的生活和上辈子的对比，可以说是很糟糕。但没办法，江冉只能忍受。之前我发出那个监控视频后，江冉和他妈大吵了一架，再加上他没有工作，没钱再去回娘家人时买礼物，所以被娘家人看不起，然后和娘家断了来往。其实在生下二胎的第2年，他们有找过我，当时陈志一见到我就跪下了，江冉则是抱着孩子，带着陈子静，一脸的哀求：“妈，我对不起你，之前都是我错了，但是现在我们真的很困难。你就算不喜欢我们，但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不要计较之前的事，帮帮我们好不好？”我看了一眼陈子静，她瘦了不少，身上的衣服也显得有些宽松。看到我的眼神后，弱弱地喊了我一声奶奶，再看了一眼江冉怀里孩子，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很是可爱。但谁能想到，现在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以后会对自己的奶奶说出“死老太婆，你快去死”那么恶毒的话呢？最后，我还是给了他们几万块钱，并且和陈子签了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书。一开始，陈志还不愿意签，他可能是想我现在一大把年纪了，要是有一天我去世了，只要他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儿子，就可以继承我所有的财产。和这几万块钱对比起来，我现在的财产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但在我说明我所有的财产都会捐给了养老基金会，只要我去世了，所有的财产都归养老搞基金会后，陈志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字，甚至在离开前对我还埋怨道：“你宁愿把钱给外人，也不愿意给自己的亲儿子。有你这样狠心的妈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”我最后看了眼我上辈子死去的地方，然后毅然转身踏上了前方的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